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俗语“掌心藏水，富贵长寿”什么意思。对于富贵长寿，是每个人一生梦寐追求的事情，古人也不例外。他们通过长期的生活观察，发现人体的一些外形可以预兆命运前途。比如俗语掌心藏水，富贵长寿，什么意思？你的掌心能藏水吗？掌心藏水，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只要一个的掌心能够盛住水，就是说这个人的手掌心凹陷比较大，水放在掌心不流，就预兆这个人一生富贵长寿。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手指并拢，手指贴紧，中间没有缝隙，水不能流出来，也说明这个人富贵长寿。民间常说的是手指缝贴紧不透光，这样的人会留财，能过上好日子。当然了，这只是表面现象，它还有一个隐身的含义。水是阴柔之物，它可以包容万物，同时水还具有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特点。所以说上善若水，具有这种特质的人，做事成功的几率非常大，所以很容易富贵发达。同时水在古代寓意就是财富，因为水源源不断的流。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当中，发现生活贫困的人家多半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长期的劳作让手部关节变形，这样的手掌是无法留住水的。而那些富贵之人，生平不干什么体力活，手掌细皮嫩肉，胖嘟嘟的，这样的手掌合并起来，严丝合缝，捧水也不会流出，所以才有这句俗语。总之，俗语来源于生活，是古人长期经验的总结。俗语掌心藏水，富贵长寿，说的就是以上几个意思，你认同吗？手掌和财富的关系。在许多文化中，人们相信手掌是财富的象征。这种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当时人们相信手掌上的纹路和形状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命运和财富状况。尽管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了手掌纹路是由基因决定的，与财富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种观念仍然在一些地方保持着影响力。在相面学和手相学中，手掌被认为是一种表达个人特征和命运的工具。例如，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的手掌被分为4个部分：食指上的鱼鳞纹代表财富，拇指旁的月亮纹代表名誉，手掌中央的网纹代表事业和运气，小指旁的太阳纹代表健康。相面学家和手相学家相信，这些纹路的形状和数量可以揭示一个人的财富和命运。事实上，一个人的财富和命运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包括家庭背景、教育水平、职业选择、市场机会等等。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志可以揭示一个人的财富和命运。尽管如此，手掌作为一种象征，仍然在一些地方保持着影响力。在印度，人们相信手掌上的金丝线代表财富；而在日本，人们相信手掌的丰满度和皮肤的柔软度可以预示一个人的财富和成功。所以，具体都有哪些手相预示着富贵长寿呢？手色红润，寿星正，此种类型的人性格好，不会过分追求各种金钱和名利，心胸宽广，人缘好，自行创业能获得成功，获得一定的成就。不过在感情方面，此类人往往比较感性，喜欢上许多小事上多愁善感。手掌厚实圆润，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厚实圆润，看不到青筋，掌心掌背都有很多肉，让人摸起来十分柔软，就会是有福气之人。不过手相是有男女之分的，男生的手掌柔软是好的，而女生的手掌则需要软中带点硬才会是好手。如果女生的手掌过于柔软的话，则很有可能会是贪图享乐之人，沦为风尘女子。手腕线长且深，男人的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
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4. 钱财文。所谓钱财文，其实就是理财文。小拇指和无名指之间，如果下面出现了很多歪斜的小线条，那么这些就是钱财文。如果手中的钱财文特别多，看起来显得有些密密麻麻，那么这样的人财运就非常旺盛，来财渠道很广。他们很善于理财，花钱绝对不会大手大脚，更不会盲目投资，而是能够提前做好各方面的调查。基本上这类人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都不会出现亏损的情况，而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丰厚的钱财收益。这类人还特别聪明，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力，只要身边有赚钱的机遇，他们必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可以将这些钱财全部都赚进自己的腰包中。此外，这类人虽然很有钱，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胡乱挥霍，而是具有很强的攒钱意识，还有很强的危机感，能够将赚到手的每一笔钱都累积下来。5. 财库。如果手中很多手纹，看起来都呈现出梯形或者口字形，并且接近于元宝的外形，那么这就叫做财库，说明这类人具有很强的智慧，很善于聚财，在日常工作中收入特别高。对于他们来说，存钱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这类人不光自己有钱，结过婚之后还能够有效催旺伴侣的财运，夫妻俩赚钱能力都特别强，家里可以实现源源不断的财富累积。这类人到了年老的时候，手头可能会有很多钱花不光，不过他们也不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而是会将钱财留给孩子。7. 手心凹陷。如果伸开手，发现手心并不是呈现出平坦的状态，而是稍微有些凹陷，那么这类人很善于聚财。可能前期并没有办法赚到大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财运会变得越来越旺盛。这类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赚到钱财，比如说他们会投资某项重大的项目，再比如说他们会购买一些股票、基金等等。尤其是结婚之后，夫妻俩可能会共同经营某些产业，可能会开创夫妻公司，俩人能够赚到源源不断的钱财，这类人的生活状态也会越来越幸福。8. 生命线长且纹路清晰深刻。说到看寿命，大家都会想到生命线。值得大家注意的是，生命线的长短并不代表寿命的长短，但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绵长，从大拇指和食指的中间一直延伸到掌底，纹路清晰深刻、红润，那么像这样的生命线说明此人身体健康，不易患病。9. 掌色偏白且掌心呈浅红色。掌色偏白但掌心呈浅红色，这种手相被称之为富贵之相，命格非常好，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财运旺，事业发展空间大。如果财富纹还比较多的话，则说明此人能聚财，成为千万富翁。10. 副生命线。副生命线也叫姐妹线，只在最明显的一条生命线旁边还出现另一条小的纹路。副生命线没有生命线长，却是一种很难得的手相。有此手相特征的人，说明在未来的道路上能转危为安，在事业上有贵人相助。这类人长命百岁，大富大贵的可能性很高。11. 水星丘星纹。水星丘饱满隆起的人命中有财，水星丘位于小拇指下方的位置，如果出现星纹，则代表自身的偏财运很旺。很多时候，即使没有付出太多努力，也能得到巨大回报，是让很多人都羡慕的好财运。另外，水星丘有星纹的人，代表自身子女运很旺，前半生的财富可能是靠自己，但晚年则有儿女孝顺，福气享不尽。12. 木星丘井字纹。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的位置，与水星丘一样，木星丘饱满的人财运旺盛且能存住钱。
如果木星丘出现井字纹，则代表其事业运比较旺，可能在早年的时候有些迷茫，但在长期摸爬滚打之后，找到了自己事业目标和方向，靠着自身强大的毅力和人脉，收获巨大财富。这种手相的人想要大富大贵，只能不断提升自己能力，能力越强，财运越旺，正财相当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自然都渴望自己能够成为有钱人。俗话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其实冥冥之中早有定数，然而并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听天由命了，大家更应该做到知命而不惧命。佛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多提升自己，多积累阴德，即使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也可以改变生命的宽度，福报子孙后代。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